听到秋之意这话，周霆锋这下真不会了。他就是想顺着他家人的话探探他的意思，可没想到他真的答应了。该说他讲大局呢，还是其他的呢？吃了饭以后，秋之意带着赵团团便先躲进了帐篷里，毕竟他也是真的累了。怎么了，小宝？娘，周叔今天好厉害。你周叔确实厉害，今天有没有被吓到？娘，我不怕，他们都说了，只要有周叔在，坏人就害不了咱们，周叔会打跑坏人的。母子两人没说多久，赵团团便睡着了，秋之意却怎么都睡不着。虽然眼睛明明很想睡，可一想到周霆锋一会儿要来和他一起睡，他就睡不着。没一会儿，帐篷外传来脚步声，秋之意立马闭上眼，装作已经睡着的样子，免得尴尬。可脚步声在帐篷处就停下来，周霆锋并没有走进来。你放心睡吧，我在外面守着，就算有土匪来，我也不会让他们贴到你身边的。秋之意听他这么说，心中微暖。你最近都没怎么休息，还受了这么重的伤，不休息怎么行？湘北已经安排了人手值夜，你也不要太累了，进来歇一歇吧。虽然邀请他进来一同休息有些让人尴尬，但是大家都能活着才是最重要的。你当真让我进来？周大哥，没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听到这里，周霆锋一下就懂了。他让他进去休息，不是因为他们两个人之间有了感情，而是他只想他们更大程度的能活下去。下一刻，周霆锋便弯腰钻了进来。你不打算睡了？睡，要睡。我后背有伤，只能侧卧，右边肩头伤势重一些，所以只能左侧卧睡。在小小的帐篷内，秋之意感觉到周霆锋的呼吸恍似重了几分，虽然有些不好意思，但耐不住困意上来，没一会儿，秋之意便睡过去了。周霆锋的睡眠极浅，外面稍微一点风吹草动便会醒来，更何况此时他身侧还睡着人。外面升起的火堆照出的光并不太亮，可是他还是能清楚地看清他的眉眼。他长得很好看，从他看他第一眼便这么觉得。这个女人总能给他不一样的感受，难得能有这样的时候，可以这么安静却又不觉得突兀地看着他。周霆锋想，或许她真的是差个女人，他对她竟有些别样的心思。正在他心猿意马的时候，秋之意睡梦中一个翻身，人就贴在他怀里来了。周霆锋这下啥也不会了，整个人身体僵硬着，一动不敢动。温香软玉在怀，可他内心的道德让他不敢有半点僭越。他伸出一只手，动作十分温柔的把他搭在他腰上的手挪开，又轻轻把他的身体放平。做完这一切，周霆锋就钻出了帐篷，这觉简直不能睡了。秋之意醒来以后，发现周霆锋已经起来了，他低头一看，自己衣衫整齐，丝毫不乱。下一刻，他便轻笑着拍了拍自己的脑袋，想什么呢？周霆锋在原书中可是被作者认证了的官方人品保证的大直男，别说穿了衣服，只怕不穿他也能坐怀不乱。死人了，死人了！一个妇人尖叫着从不远处的草丛里爬出来。叫啥叫？没见过死人呢。最近见的还少吗？村长，是李小婉，是他！葛老四疯了一般朝那地方跑去。秋之意见众人的神色不对，也跟着走了过去。李小婉不是被土匪绑去了吗？怎么会死在他们落脚的附近？然而葛老四一冲过去，众人便见他猛然停下来，像是被什么点住了穴道一般，整个人僵在原地一动不动。这帮狗杂碎，狗娘养的，这还是人干的事吗？秋之意不明所以，等他抬眼一看，顿时差点吐出来。只见原本肤白貌美的李小婉，此时身上未着寸缕，光裸着躺在地上，曾经那双勾人的眼睛，这会儿翻着大大的鱼白，死死地瞪着，像是死不瞑目。她的身上每一寸肌肤都像是被人啃食过，而她的两腿间更是惨不忍睹。就算没有亲眼看见他遭受过怎样的罪，也能想象得出来他到底经历怎样的绝望，才死在了土匪的手底下。这群
群畜生，他们就是畜生啊！天老爷怎么不收了他们？可怜的小婉，年纪轻轻的，竟然遭受这样的毒手。葛老四咚的一声便栽在了地上，村长赶忙让人把葛老四抬走。邱志义便找了一件干净的衣服搭在了李小婉的身上。昨天晚上我们有值夜的人，这些土匪什么时候把人扔到我们附近的，我们也没发现。这昨天我们杀了土匪好几个头目，只怕他们呀是想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这事儿并没有完，只怕他们还会卷土重来的呀。这话一出，众人心里的恐惧更深。他们每家每户都拖家带口的，就算马上赶路逃离这里，可他们的速度哪里比得上土匪的速度？更何况土匪在暗，他们在明。村长叹了一口气，赶紧让人把李小婉抬走，然后找个地方把人埋了。周霆锋站在一块高高的青石上，观察着四周的动向，见没有异常，这才从青石上跳下来。萧毅也走了过来，最近他已经不咳了，刚刚的事情自然也惊动了他。你们打算怎么办？面对这个问题，村长沉吟了片刻。现在我们也拿不准这群土匪的心思，我的意思就是咱们先走，若是这群土匪不纠缠我们了，那么这事儿便算是了了。要是土匪缠着我们不放，我们再整顿人手和他们拼命就是。我也同意这个法子，现在这种情况啊，也没有几个人愿意去跟那土匪拼命去。这个地方地势较高，我们现在落脚的地方相当于在一个山头的顶上，土匪想要攻打我们，必然要从底下上来，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优势。若是我们贸然赶路，走到半道上的时候被土匪追上，只怕就没有这样的优势了。这些土匪敢把人的尸体抛到我们附近，就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意思。要说，倒不如我们先在这里驻扎下来，按兵不动，看看这群土匪到底作何打算。这群土匪罪大恶极，能做出这样发指的事情来，只怕过去没少干这种事儿。若是我们这次放过他们，只怕往后他们不知道还要祸害多少人。再说，我觉得周公子说的对，他们不会轻易罢休的。要是我们走出了这片山头，到了下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再出手，到时候我们没有了地理优势，反而会落不到好。我看他们按兵不动，大概也是这个意思。见他们两个人都这么说，邱向北和村长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定主意了。志毅，这件事你怎么看啊？这些土匪他们该死，但我们得想想法子。虽然经历了昨天的事，但村里的男人到底是比不上土匪的。这些土匪心狠，下手更狠。如果他们下次专门挑女人、孩童、老人下手，只怕后果不堪设想。邱志毅心里已经有了自己的盘算，只是这盘算一时半会儿还不知能不能成，他便不好说出来。好，那既然如此，我们就先在这里驻扎下来，看看这群狗日的有什么打算。你给我去杀了这帮狗日的，他们不是人！葛老四醒了过来，一醒了就红着眼找刀要去和土匪拼命，幸好被人拦下了。众人见他哭得伤心，却依旧要夺刀去找土匪，一个个都纷纷劝他看开点。看开一点，我怎么看开呀？活生生的一个人就被他们给糟蹋死了，这群狗娘养的！想报仇吗？我想报仇。把刀放下，你要是相信我，要不了多久，我一定能让你亲自报仇。志毅，我没有骗你，也没有可怜你，你信我就放下刀，听从我的安排。你要是不相信，大可以现在去找人报仇。你放心，我不会让他们拦着你的。邱志毅说完便转身离开。不管一个人有多大的悲伤，成年人总是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志毅，我相信你，我信你。邱志毅路过冯家马车的时候，见穿着一身破烂的冯玉娇再没有吭一声。之前的时候，他对冯玉安的安排十分不满，要不是冯玉安下手利索，指不定要闹出什么样的风浪来。冯玉安见着邱志毅朝他这边走过来，志毅表妹，你这是要去做什么呀？经过这些时日的接触，他越发觉得邱志毅是个厉害的女子。可惜的是，这个长相和谋略都很不错的表妹是个寡妇。不然，我是来找冯公子的。一听是来找他的，冯玉安心头莫名一喜。志毅表妹，你别叫我冯公子，听着挺见外的，倒不如你就叫我一声表哥吧。好，表哥，我有事想要和你商量。
表妹，这边请。表哥，我听说你们来的地方盛产硝石，不知道这次你们来有没有带一些？硝石？这是什么东西啊？地霜，也被人叫做火硝。啊，你说地霜呀？这东西虽然不算特别珍贵，但平时也没什么能用得上的地方呀。这次啊，有一个同桌的朋友托我带了一些，你要是需要，我就给你就是了。大不了以后再找人给我朋友带一些就是了。那就多谢表哥了。表妹客气了，我一会儿就让人给你送过来。多谢。剩下的就是硫磺，在古代，硫磺也被作为一种中药材被使用。不巧得很，在丘之意囤的一众药物之中就有硫磺，最后就是木炭了，这个就更好找了。没错，他想制作出火药来，炸死这群丧心病狂的杀人恶魔。丘之意虽然有制作的法子，但到底还没有制作出来，有些事情自然不好说。所以看着邱向北焦头烂额的样子，他也没有出声安慰。没一会儿，冯玉安就让人送来了一大包硝石。幸好冯玉安这人还算靠谱，不然这一时半会儿的还真是不好去找这玩意儿。周大哥，我想造一个东西出来，但是需要人帮忙，可这件事我又不想其他人知道。你要我做什么，只管说就是。我就知道周大哥最好。不过这件事光我们两个还是不行，我得把二哥叫来一起。三妹啊，你这偷偷摸摸的，搞得好像我们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一样。二哥，这事还真的是见不得人。什么事啊？祖宗们又给我托梦了。祖宗知道我们遇上难处了，所以给你托梦，告诉我们怎么能打败土匪了？大概是这个意思。邱向北也不管了，当即叫邱之意说出打败土匪的法子来。啥？能把人炸死的东西？那是什么东西啊？我们听都没听说过呀。邱向北一听邱之意描绘的那玩意儿，只要人靠近那玩意儿的时候，有人点燃了引火线，靠近那玩意儿的人都得死。这个世上哪里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啊？这不是骗小孩吗？之意啊，你觉不觉得这次祖宗们的想法也有点太不靠谱了吧？二哥，我觉得祖宗们给的提示是靠谱的，我们都没有去试，你怎么知道不行？丁芳，你怎么看啊？我觉得之一的想法可以一试。邱向北顿时觉得这两个人不愧是夫妻，真是夫唱妇随。你有更好的法子吗？他就是没有啊，不然不会这么苦恼的。那你为什么不相信相信你们祖宗们？好吧，就依你们就是。二哥，你听我说，这东西要是真的被制作出来了，以后还真不知道是福是祸。依我的意思，那就是咱们偷偷的制作出来，打死不承认是我们做的，我们就只说在某个山洞里发现的，这样就算把土匪解决了，也没有人会怀疑我们。这种杀伤力强大的东西一旦问世，只怕会掀起更大的风浪来。不说其他，说不定还会给我们自己带来杀身之祸。之意，你放心就行，我会在外面把好关的。这山头里面的背阴处比较陡峭，一般人也不会随便到那里去的。你和霆锋啊，只管在那里好生的研制，其他的呀就交给我。邱向北离开以后，邱之意便和周霆锋带好材料，开始了紧张的实战之旅。一连在山头上待了4、5天，土匪都没有半点要攻击他们的意思。这下这些流民就受不了了，一个个的开始变得浮躁起来。要不是看大部队没走，他们肯定就先走了。他们一直在这里待着也不是个办法，毕竟看着携带的粮食和水逐渐在消耗，他们怎么可能不心慌？万一土匪真的叛了他们呢？最近那个邱姑娘做什么去了？怎么白天都很少看见她？公子，这件事儿我早注意到了，但邱姑娘每天都和她相公一起去后山，虽然每次都是偷偷摸摸去的，但我还是看见了。所以呢？公子，这你就不懂了。那周霆锋周公子正当血气方刚之年，那邱姑娘又是一个如花美眷，两人在人堆里待着，自然是不太好做某些事情来着。可到了后面的山洞里，那就是他们2人的天地了。他们2人具体在里面做什么事，我觉得公子你肯定不想知道的。明叔，最近画本子没少看吧？你看那邱姑娘怎么会是如此梦浪的人呢？再说周霆锋，据我所观察，他也不是那么不知轻重的人。难道他们在山洞里
真的做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侧手一看，萧逸用你怎么还是这么龌龊的目光看着他。公子，我说的见不得人的事儿啊，不是你想的那种事儿。不管如何，你派人暗中盯着，有什么事一定得跟我说一声。是。这边尽管村长和邱向北已经三令五申不让随意下山离开，可是还有那么一两个不听劝的偷摸着下山，结果第二天就被发现死在了山口。而此时邱志毅和周霆锋一次次的试验着各种成分之间的比例，然后重复试验研制。邱志毅作为一名化学爱好者，对这方面的知识他还算是比较专业的。这几天他试验出来的东西当然也能炸，就是威力比较小，远远炸不死人。他重新调好了比例。周大哥，麻烦你再去试试这个效果，记得站远一些。周霆锋点点头，然后拿起他制作出的东西，进了一个小山洞，然后按着之前的动作点燃。为了安全起见，他是站得远远的。没一会儿，只听得山洞传来一声巨响，洞里顿时就弥漫了浓烟，山洞里的落石纷纷的掉落下来，恍似要把周操一道毁灭。成功了，志毅，你要的炸药制作成功了。爆炸声惊住的寨民在感受到地动山摇以后，一个个的都慌了神，有的妇人被吓得当场就跪地祈求老天爷的保佑。地裂，这是地裂了！这可了不得了，这是要死很多人呐！这山和地摇起来，我们哪里还有活路啊？我听我老祖说起过，他们小的时候经历了一场地裂，哎呦，那可死了不少人呐，哪里都在摇，哪里都在动，根本站不稳，山崩地裂呀！大家别怕，这肯定不是地裂，咱们村寨里的人都这么好，老天爷不会让我们经历地裂的。在他们这个时代，地裂就是地震。不信你们看啊，这地还摇吗？是不是没有了？大家别怕，都先坐下来歇一会儿。邱向北说完以后，就让邱向南和村长先安抚他们的情绪。邱志毅和周霆锋按着之前的比例把几种材料混合以后，又用纸卷包着炸药，然后用包袱小心翼翼地包起来。这玩意儿的威力刚刚已经测过了。周大哥，我们还得把之前做实验的这些痕迹都抹掉，不然我害怕有人事后会来查。他一边说一边转身，却看见周霆锋已经把他们之前留下的痕迹毁得差不多了。哦，这反应也是没水了。等两人把痕迹都抹得差不多了，周霆锋却突然一把拉过邱志毅的手，往旁边的暗洞里一躲。邱志毅惊诧之际却没有发出声响。果然，片刻之后，外面响起了脚步声。走，回去禀告公子，没发现特别的东西。脚步声消失以后，邱志毅这才松了一口气。不怕。自己刚刚在紧张之余，不由自主的就拉住了周霆锋的手。我是怕这个秘密被人知道了，到时候我也没有什么好日子过。可我现在知道了。你不是别人。怎么不是别人了？周大哥，我们赶紧出去吧，留在这里不安全。志毅，这件事儿以后必然会引起有些人的注意的。若是实在怀疑到你身上的话，你就把这件事儿推给我就行。周大哥，你放心吧，应该没人知道这件事的。志毅，你在哪儿呢？二哥，我们没事。你们没事就好。志毅啊，你太厉害了，发明的这东西咋能把这座山都炸得摇起来呀？二哥，东西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威力你也见识了。我们这回下去假装赶路，然后我们提前把这玩意儿布置在道路的两边，再埋伏几个人手在那儿，等土匪追赶我们的时候，咱们点火就行。行，都听你的。对了，志毅，这东西叫啥来着？这东西叫炸药。各位，刚刚的地动山摇呢，我已经找人占了卦了。这地裂啊是真的，但是呢，这个地裂不是奔着我们来的，而是奔着那群土匪去的。所以接下来的这几天呢，就算真的有地裂出现，大家也不要害怕，天老爷只会处罚坏人，不会害我们这些好人的。我们明天早上就出发，大家今天好好给我休息，明早起来填饱肚子，咱们就上路。听到邱向北说已经找人算了卦了，那就相当于是通了神了。众人听到这里，这才彻底放心下来。萧逸的人把刚刚从后山洞所看见的情形都说了以后，萧
萧逸挑了挑眉，神情变得十分严肃。如果刚刚那一声响动是人为制造出来的，那能制造这个玩意的人那得多厉害。可放眼聚在这里的人，几乎都是来自穷乡僻野的流民，他们哪里会有这样的本事？可明叔之前就说过，最近周霆锋和邱之意经常偷摸着去后山，难道刚刚那一声巨大的响动真的和他们两个人有关？若真是这样，那这两个人来头可不小啊。若是有还好，要是这两个人是敌国的，那可不得了了。公子，接下来怎么办？先静观其变。刚刚邱家寨的人说明天早上就下山，可土匪的事儿他们都还没解决呢，他们怎么敢下山的？他们敢下山，自然是有了对付土匪的法子，我们跟着就是。是，公子。我看你们能熬到什么时候？你们一个也别想逃。二哥，莫要生气，就让他们再多活几个时辰吧。江北、之意，你们可想到法子对付土匪了？村长，这法子的话倒是有一个，只是吧，可能有些冒险。自打我们选择逃荒的第一天起，哪天不是在冒险呢？你们俩有啥法子，直接说了吧。村长，实不相瞒，昨天那一声地裂呀，不是什么天老爷发怒，而是人为制造的。啥意思？人做出来的？啥人能有这样的本事？村长，不是人做出来的。我和周大哥在后山山洞发现了这个，当时我和周大哥还以为是啥吃的，原本想烧火煮点糊糊来吃的。村长，你也知道，自打逃荒以来，我们都没有好好的吃一顿了，就想着去洞里开个小灶。原本以为这布包里的东西是啥米糊，不曾想放锅里的时候掉了一些在火里。要不是周大哥反应快，可能我和周大哥也一块被架在石头下面了。后来我和周大哥才反应过来，是这玩意儿能炸人。这不，我瞅着刚好那些个土匪可能喜欢这玩意儿，便和二哥商量着怎么把这玩意儿用在土匪身上。这个好，这个好，老天爷终于开眼了，要给这群豺狼喝一壶了。蔷薇，别怕，这点险值得吗？这样，其他的事你安排，我让人去收拾东西。之意，你报仇的时候到了。邱向北又叫了邱二进来，他们按照邱之意的吩咐，然后悄摸摸地朝山下而去。之意，就他们两个真的行吗？要是他们两个被土匪发现了可咋办呀？要不然还是让霆锋和他们一起去吧。霆锋不去，我这心里也不踏实啊。你放心，我已经请萧公子帮忙了，他底下的人武功好，有他们在暗处帮忙，秋儿他们不会有事的。周大哥的伤口才刚刚结疤，要是让他去，难免伤筋动骨，到时候伤口一时半会儿都没法愈合。我们之意都知道心疼人了，果然是长大了哈。二哥没个正形。萧逸把邱之意叫过去，他们已经按你说的布置好了，可以行动了。多谢。邱姑娘，那些药粉一样的东西，你是从哪里弄来的？在后山的洞里发现的，原本以为是吃食，没想到竟然是那么厉害的物食，要不是我们……好了，邱姑娘别说了，我知道了。话虽如此，可是邱之意看他的神色根本不大相信的样子。不过他也没打算萧逸会相信，那么厉害的东西，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萧逸都会亲自去查证的。这种事情，只要他打死不认，萧逸又找不到明确的证据，那他也拿他没有办法。那我先走了。您放心，只要这些东西不危害到世人，就不会有人来追究这些事。一行人战战兢兢地走到山下以后，一个个的脚步都不由加快了。这帮蠢货终于下山了，我们可以给兄弟们报仇了。站住！前面的蠢货们，今天老子要吃香辣人肉，老子要吃炖的。里面有个女人长得不错，我要了。狗日的张大头，前几天那个女人才被你弄死了，让你轻点弄，你跟头没见过女人的牲口似的，没一会儿就被你玩死了，让兄弟们白白少了好多乐趣。这次拖回去的女人，老子一定轻点，保证能让兄弟们每人都快活一次。跑啊！
土匪来了！杀千刀的土匪来了！大嫂，咱们不跑，我们躲那里去。几人赶忙躲到了石头后面，然后就在他们觉得土匪就要追上来的时候，只听得轰隆一声响，接着第二声、第三声，山谷两旁的山石在爆炸的作用下纷纷滚落，砸在了山谷中间的土匪们身上。铺天盖地的山石滚落下来，土匪们惊慌的惨叫声在山谷响起，可见这炸药的威力有多大。正逃跑的人听到土匪们的惨叫声以后，一个个都停了下来。相对于地震，他们觉得土匪更可怕。人群再一次聚成了一堆。爆炸声过后，村长抽出了一把镰刀。村民们，这群狗日的想吃我们的肉，今天我们也让他们尝尝被人割肉是什么感觉。走，有仇的都跟着我去报仇。此时爆炸声停了下来，村长振臂一呼，男人们顿时拿起镰刀、柴刀，齐泱泱地朝山谷里的土匪们奔去。狗日的杂种，之前不是猖狂的很吗？一个个的提着刀，威风的很呐！现在倒是的起来，给老子威风一个呀！葛老四简直是杀红了眼。小婉，我替你报仇了！村长等人冲下来的时候，所剩的土匪已经不多了。土匪头子看着葛老四走近，知道自己是逃脱不了了。那个被玩死的女人是你的婆娘吧？啊，还真别说，玩起来可真是爽呢！那味道，话还没说完，葛老四抡起斧头，2斧头就砍下土匪头子的手臂。真是个懦夫！那天晚上你怎么不敢来？你来了，说不定那个女人就不用死了！葛老四眼睛泛红，随即砍下土匪的双脚。土匪已经晕死过去了，可葛老四并没有放过他。葛老四把土匪头子的眼睛弄瞎了，鼻子割了，耳朵也削下来。这就是恶人的下场，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大家以后不管如何，千万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不然这些土匪就是你们未来的下场。逃荒路上那得面对多少艰难险阻啊！人的恶难免会显现出来，但这并不是一个人可以借此放纵内心之恶的理由。人之所以为人而不是畜生，就是因为我们人懂得用理智去克服这些心里的恶。当然，经历了这些事儿，我们都能活着，以后就算再有困难，我相信我们都能克服的。村长，你放心吧，我们这些人一定可以活着到达南面的。就是跟着村长，我们放心。对，我们什么都不怕，苦难再多也不怕。一时之间，大家颇有些大难之后的豁达感。解决了土匪的事，众人心头紧绷的弦总算是落了下来。知意，你快过来，你二嫂有些不好。应该是滑胎了。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救救我的孩子！大夫，你好好看看，能不能补救一下呀？我这老二盼这孩子可是盼了好几年了。我办不到。邱之意见着这一幕，不由得蹙起了眉头。不过下一刻，他就飞快地朝萧逸的马车而去。邱姑娘可是有事？公子，能不能让这位大叔帮我的嫂子看一看？我二嫂她好像是滑胎了。我这里倒是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不知道明叔愿不愿意。我同他非亲非故的，我当然是不愿意的。也不看看我这医术水准，一般人能亲自为我医治吗？明叔，你该不会是怕救不了我二嫂腹中的胎儿才不肯去救的吧？你这哪里是摆架子，你这分明就是自己医术不精，不敢献丑。小丫头片子，知道我是谁吗？不知道。明叔，若不是邱姑娘说的是真的，你真的是浪得虚名。今儿我非要让你们瞧瞧我的厉害。若是明叔真能救下我二嫂腹中的胎儿，就算我欠你一个人情。邱姑娘客气了。邱之意随即回到了山洞前，就见明叔已经开始给何玉安施针。
半个时辰以后，明叔这才抹着大汗站直腰。小丫头片子，看不起谁呢？你自己好生看着你二嫂，只要不经历大颠簸，你二嫂腹中的孩子定能安然无虞。是吗？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都是你说了算，除非我以后亲眼看见我二嫂的孩子平平安安的，不然你的医术还真是不好说啊。明叔气得嘴巴直抽抽，不情不愿地看了一个药方子以后就走人了。这个时节去哪里找这些药草啊？早知道啊，当初就应该多买一些药的。不怕，这几味药材我有。之夜，幸好有你。邱之意拿了药来，邱向北亲自熬药。寨里有人过来找他问事情，邱向北都不肯挪开。你们有什么事啊，直接去找之意，他说的话就是我说的，你们听他的就行。正在那边准备找一块阴凉的地方坐下来躺躺的邱之意，一听这话立马就不好了。但一看见他二哥那可怜样子，邱之意无奈，只得应下这苦差。寨里人问的大多都是一些小事情。村里的赤脚大夫叶大亮闲下来以后，就一脸讨好的走到邱之意身旁。叶大叔，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啊？之意，我就想问你一问，那天你给黄大娘按压和往嘴里吹气是什么缘由？怎么这么按2下吹几下就能把死了的人都救回来？我还从来没见过这种。原来是问这个呀。之意啊，你要是不想说也没啥，我就是特别的想知道而已。要是这个是什么医术秘密，你不用告诉我。叶大叔，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那天王大娘就是刚刚停止心跳，我用力按压她的心口处，有助于帮她恢复心跳。往她嘴里吹气也是同样的道理。王大娘是命不该绝，所以能救得回来。这种按压并不是每次都管用的，有些人用不一定会灵验的。不过按压的时候得注意力道和按压速度。之夜，那我以后可以用你这招救人吗？当然可以，在他那个世界，这些都是基本的常识，大多数人都会。哎呀，之意啊，你真好啊！以后大叔要是用这招救了人，也算你的功劳。要是能派上用场，那最好不过。之意，村长，你有事吗？之意，我看霆锋在教团团他们练剑，经过这次土匪一事之后，咱们这个村寨的战斗力实在不咋样。我的意思是，霆锋他教一个是教，教一群也是教。我想把咱们村里这些半大的孩子也叫来，在霆锋这里学习一些基本的打斗功夫。以后咱们的如意村还得靠他们这些后生啊。你放心，我知道霆锋已经很累了，我让那帮兔崽子过来，让他们跟着比划就行，绝对不会让他们多问一句霆锋的。村长，这件事你得去问周大哥，问我。我寻思你们俩都是一家人了，你说或许会好说话一些。行，我去问一问。好，你放心，他要是不愿意，我也不会埋怨谁。他之所以答应村长这件事，也是出于村里的考虑。要是以后闹粮荒，这些半大的孩子多学点本事，说不定能帮他们多一项求生本领。周霆锋走过来，邱之意便把村长的意思说了。周大哥，你自己看，你要是不想教，那就不教，不必为难。教？你真的想教吗？你不是也想我教吗？我是想你教他们，但是我也不想你太累了。但这件事要是违逆你的心意，我当然希望你不要因为我改变自己的想法。拒绝人也不是不可以。你想的就不会违逆我的心意。这话一出，邱之意愣了一下，随即整张脸都红了起来。为什么他会觉得周霆锋看他的目光都带着一股子电的感觉？和他四目相对，就有种浑身有电流流过的感觉。那我去给村长讲一声。周霆锋看着他的背影，眼里蕴着一丝他自己都没有发觉的温柔。一连赶了几天的路，有的人家终于一点水都没有了。没有办法，邱向北只能让人停下来，重新去寻找水源。上次他们找到水是因为找到了一片茂密的树林，如今他们按着这个法子去找，找了半天，只有几个人找到了几棵之前那种蓄水的树。邱之意他们正做饭，
见着一行人垂头丧气的回来，就知道他们没有找到水。寨里人来问邱向北怎么办，能怎么办啊？这会儿没找到，吃了饭继续找吧。邱志一想到自己的空间里还蓄了那么多水，如今这里还有不少伤员，没有水肯定是不行的。空间里的水一直都有的，他储存的其他水完全可以先弄出来解燃眉之急。在他隐约的记忆中，应该要不了多久他们就能找到水源了。这个破寨主啊，我是一天也不想当了。老二弟啊，你可以的，大家都指望着你呢。虽然看着你这么累，我们都挺心疼的。昧良心的话自己都说不下去了。感谢爹，爹偏心他，没有让他当寨主。可是大哥，我听你这个语气，好像幸灾乐祸的味道更多一些呢。没有，大哥绝对不是这样的人。吃了饭，我和你们一起去找水吧。嗨，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三妹可是我们的小福星啊，前2次找到水都是追忆在才找到的，我们这回把追忆给带着去，肯定也能找到水的。自打从如意村开始逃荒以后，这么久以来吃的东西基本都是从前地里鲜耐放的食物，比如土豆、南瓜之类的。一路上吃了那么久，这些东西基本都吃的差不多了，剩下的就是腌菜和干菜了。之前在村里晾晒的干豇豆，土缸里腌制的腌菜，这些渐渐开始出现在了饭碗里。邱家的菜式就是这些了。邱志毅作为一个吃货，每天吃这些东西自然是最痛苦的。他之前把空间里的肉渣拿出来给白圆圆吃了几顿以后，东西就被袁氏收起来了。肉渣这已经算是顶级好东西了，偶尔拿出来大家打一下牙祭就行。虽然空间里还有，但邱志毅知道未来的路还长。吃过饭以后，邱志毅和邱向北他们一道出去找水了。邱向北觉得有邱志毅在，便不大担心今天找水的事，所以他一直跟着邱志毅。又因为有他在，邱志毅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放水。两人走的时间越长，看着对方的目光就越是幽怨。志毅啊，行不行啊？这水到底还能不能找到啊？你问我，我问谁？你不是有咱们邱家祖宗的保佑吗？怎么会不行了呢？要不你下去问问咱们祖宗的意思。算了，你走一条我走一条，分开找机会大一些。早该如此，那么大的人了还像跟屁虫似的，真是的。邱志毅钻入小林子，没一会儿就从旁边喊道：二哥，快来快来，有水了。刚走出没多远的邱向北飞奔过来，一看邱志毅跟前那一小汪小小的水池，我刚刚就准备走这边这条路的，可是你小一点，我让你先选了这条路。他二哥现在是越来越脸皮厚了。没一会儿，村寨里的人都来了，看见有水了，大家顿时高兴起来，一个个自觉地排好队开始打水。咱们的三妹可真厉害呀，每次她都能带咱们找到水，看来三妹真是咱们的福星呢。邱志毅达到了自己的目标，提了半桶水和秋香囊回去了，后面的事就交给他二哥处理了。找到了水，众人的情绪好了很多。晚上吃的饭还是一点咸菜。邱志毅知道邱家还存有不少腊肉没拿出来，娘，现在也有水了，咱们大人就算了，团子他们几个小孩子还小，顿顿吃咸菜肯定是不行的。咱们带了不是有些肉吗？我看等水源充足了，咱们就炒点腊肉来吃吧。娘，三妹说的对，咱们好久没打牙祭了，嘴巴都淡得很，咱们总不能守着肉疙瘩，反而给馋死了吧？要我说，咱们活着就得对自己好点。你瞅瞅前些天死的那些人，人死了，东西都被其他人瓜分了。湘南，你在胡说些什么呢？那些人死了是他们命短，咱们家的人都会长命百岁的。你不就是馋肉吃吗？等明天我就给你们做。可不能就我们一家吃肉啊！这样，明天我跟大伙说，就算是呢庆祝咱们打赢了土匪，找到了水源，让大家都把带出来的好东西拿出来打打牙祭。是啊，肉要大家一起吃才行。村寨里不管有钱没钱，家家户户多少都是会有一些肉食的，尤其是腊肉，怎么都有2块的，大家都一起拿出来做来吃，才不会惹眼。
要是就他们一家人吃肉，那肯定是不行的。邱志毅和团子睡了一间帐篷，好几天没进空间去了。之前他提前买了鸡蛋和鸭蛋，想到明天要搞好吃的，邱志毅就拿了10个鸡蛋和10个鸭蛋出来，明天拿给袁氏一起煮了。邱志毅在空间里转悠了半天，正当他要准备退出空间时，邱志毅想到赵团团就在他刚刚的帐篷里睡着的，也不知道能不能用意念把赵团团带进空间来。就这么想着的当口，赵团团突然就出现在了小房子里。他伸手摸了摸赵团团，不过他的手刚刚收回来，就看见赵团团一下又消失不见了。邱志毅懂了，他能带外人进入空间，不过其他人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很短，也不知道随着空间升级以后，外人能停留的时间能不能变长。出来看见赵团团睡得十分香甜，邱志毅也沉沉的睡去了。第二天一大早起来，大家自打投降开始，一路上都忙着赶路逃命了。咱们呢，也好久没有好好的吃上一顿了。我们一路上不容易，好多次都算得上是死里逃生了。这样的，反正呢，现在也找到水了。我们今天中午找地方歇息的时候，就好好犒劳一下我们自己。我相信啊，大家出来的时候都把家里的肉食给带着的，不管家里有多少，今儿呢，我们就大家拿出来一些，全当是打牙祭，改善一下我们的伙食。听到邱向北一个寨主都这么说了，大伙都笑开了。还别说，他们确实是好久没有吃过一顿好的了。于是接下来大家赶路都有精神了，连带着步子都欢快很多。等到晌午休息的时候，妇人们便开始忙活起来，家家户户都架起了锅，开始忙着切肉。肉多一些的，或者是人口多一些的，煮的肉就要多一些。有些比较悲观的，生怕吃了这顿以后就没下顿了，就切了一小点，左右吃点味道就行。邱志毅暗戳戳的把鸡蛋和鸭蛋拿给袁氏，你咋拿这么多？亏得你护得好，这一路走着，这鸡蛋和鸭蛋竟然没破口。要是破口了，按着这天气，只怕早就臭了。袁现在有身子，这蛋很滋补，一会儿多给他一个。团子他们几个是孩子，还小，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一人多给他们一个，剩下的我们几个大人一人一个，再有剩下的就用来做蛋花汤。萧逸闻着一阵又一阵的肉香，他忍不住朝邱家寨和如意村的人瞧过去。明叔，今天我们吃什么？不知道，反正肯定没有肉吃。他们出发的时候就准备了不少细粮，哪里会想到带肉食这样的东西。萧逸顿时沉默了。好吧，他也想吃肉了。两人正说着话，底下的人就端了一碗简单的面食递了上来。萧逸接过拿起尝了一口，觉得十分寡淡，正好一阵肉香飘来，萧逸一下就觉得手里的面食有些难以下咽了。公子，要不咱们花点银子去邱家买一点肉过来吃？口腹之欲而已，不必如此挂怀。不过偶尔贪一些也没什么。明叔，你这是做什么？那个，我们想在你家买点肉。我知道肉很贵，但是你放心啊，我会多给你一些银票的。那这里有300两，你看能不能？明叔太客气了，之前你们也帮了我们不少忙，给你们一点肉，怎么好意思收你们的银子？是啊，之前好几次都是你们公子派人过来帮的忙，这一点肉而已，哪能收你银子呢？大嫂，给明叔一些肉吧。袁氏和白圆圆帮忙拿了一截腊肉出来，递给明叔。你们当真不收银子？明叔，这点儿就算是我们送给你的，不过以后你要是想吃肉的话，可得付钱买了。要是我们家没有，其他家你只要出得起价格，我相信也是会有人把肉卖给你们的。虽然是逃荒，一肉难求，但只要有钱，总还是能买到的。不是我想吃，主要是我家公子想吃。说罢，冲邱家人一作揖，赶忙跑回去煮肉吃。这邱家人还真是不错啊，居然不收我银子，还免费给我肉吃，真是好人呐。萧逸斜了明叔一眼，随即摇了摇头。邱志毅欠他人情，他跑去拿肉不给钱，从客观上来讲，这人情多少是有些打了折扣的。不过人与人之间嘛，联系的多了才会熟起来。一行人好吃了一顿以后，大家又开始收拾上路。
一路上，邱之义带着大家找到2次水。如此走了几天以后，周围的树木逐渐繁盛起来，大家看到绿油油的植物，顿时便高兴起来。前面就是江州地界了，过了江州，再跨瀛州，便是通州。通州过后，便是富饶的江南了。江州水源充足，想来咱们的苦日子应该要到头了。之野，你怎么不高兴了呀？这大家都说呀，前面就是江州了。这江州呢，因为水源充沛而出名，这下好了，大家呀也就不用再担心水的问题了。二哥，江州的水就是太多了。什么意思啊？难不成这里边还有什么内情吗？二哥，江州因为多水而得名，可是缺水是一种灾难，但水多又何尝不是一种灾难呢？爷啊，是不是咱们祖宗最近又给你投梦了呀？难道说这江州会发生洪涝灾害？没有，最近没有做什么梦，不过我就是隐约觉得这一路不会这么顺畅的。再说江州按着常理，既然水源这么充足，可见是个十分富足的地方，可咱们之前碰到过江州来的人说江州并不是什么富足之地。算了，我们的目的也不是江州，我们不过就是路过，暂时啊先顾着眼前嘛。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嘛，真遇上事啊总会有办法的。真好啊，哎呀，真好啊，再有2-3天路程就能到江州了。老子这一身衣服都穿了2-3个月了，闻着比茅坑里的大粪还臭。哎呀，真是受够了，等到了江州我非得好好洗一洗啊。可不是比大粪还臭，就你身上那一层汗腻子，洗下来都能黑一江水了。他嫂子，你可别嫌弃你男人，现在大家都是一样的丑，谁都是几个月没洗过了。幸好大家都丑，闻多了倒也不觉得臭了。邱向北兄妹俩看着众人高涨的情绪都没有出声，人有希望才能继续走上去，就让他们先放松一下吧。今年江州情形如何？啊，辉公子，今年情形不好说，但江州已经连续洪涝3年了，若是今年再颗粒无收，只怕会闹饥荒呀。今这个时节正是一年收成的关键时刻，若是这时候发生洪涝，必然会闹饥荒的。江州的一旦发洪水，江州周边的郡县将无一幸免。今年陛下可有派人来疏通河道？公子，你让我联系了几个大人，已经上书陛下了，可是都被人拦了下来。疏通河道是大事，只怕不是公子你能左右的。萧逸想到一旦江州以及周边的郡县闹饥荒，只怕天下的局势都要受到影响。一行人歇息好了以后，第2天便起了个大早，早早的赶路了。连续赶路到了第3天，终于看到了江州的地界，他们也正式进入江州。没走多久，他们就遇到了一条小河，众人不淡定了，一个个疯了一样放下东西跳进了河里，就连小孩子们也像是憋了好久似的，一个个跟在大人身后也去了河边。众人激动地往脸上浇水，甚至有人双手捧着开始狼吞虎咽地喝水，像是怎么喝都喝不够似的。他们这会儿也顾不得这是不是别人的洗脚水了，说句难听的，之前没水的时候，要是有人愿意给，就算是洗脚水他们也愿意喝。所有人在这一刻都轻松起来，有水就是希望，有水他们才能活下去。村长站在河岸上，笑着笑着就红了眼眶，为了这口水，他们吃了多少苦啊！幸好啊，幸好把他们带来有水的地方了，要不然咱们这良心呢，一辈子都得不到安宁。可不是嘛！不过老哥你倒是有福气，7个子女都很能干，以后你就好好享清福吧。哎呀，哪里，享什么清福啊？只是呀，他们不给我添乱就行了。两人谈了一阵，最后都沉默了起来，因为他们知道现在来到有水的地方只是克服了逃荒路上的第一个困难，要带着这一帮人去找一个地方安定下来，哪里是那么容易的事？以后的路只怕并不好走。妇人们则开始浆洗衣服，毕竟这几个月以来他们是真的没有洗过这些臭得发慌的衣服了，如今有水了，他们自然得抓紧洗了。村长，
我们现在已经到江州了，我看这里的水土就很好啊，我们非要再走那么远去江南吗？咋，看见这一小河沟水就走不动了？我也拿不出主意，就想问问村长，咱们心里也好有个数啊。你问那么多做什么？具体怎么走还得去找邱寨主商量才行。你莫要添乱，反正不会丢下你们不管就是。之意啊，这江州你确定真的留不得吗？二哥，这世上哪里有绝对有把握的事情？我就是按照我自己的理解说了些话，但到底真相是不是这样，我也不能保证。虽然他知道大概的剧情，但有些东西却不一定会一直不变的。比如原书中的女主就没有出现，按照书中剧情，原书女主应该早就出现才对。所以对于没有发生的事情，他不敢打包票。虽然我们这目的吧不是江州，可是大家呀现在都看这里土地富饶，心里都想留下来，哪怕是开垦荒山也行啊。我们才刚刚进入江州地界，江州具体是个什么情况我们也摸不清楚。我们才来不到1个时辰就说要留下来的事，会不会太唐突了？我听说要跨过江州南下就要走好几个月才到锦州，不如我们暂时还是按原定的计划南下。若是到时候江州真是个好地方，这余下的几个月我们再看看情况做决定。你看这1万万的良田，要是能丰收的话，那得养活多少人啊？邱之义没说话，这良田虽好，奈何江州上游每年都要发洪水。我们这初来乍到，确实啊不易贸然停留的，大家带来的粮食呢也是越来越少，要是我们呀不早点定下来的话，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缺粮食的。你说的在理，要是这江州啊真是个宜居的地方，到时候呢我们再去官府说清楚情况，看看能不能啊选个地方留下来。两人说定以后，邱向北就去同村长和邱正生说了他和邱之义商量的结果。村长一听不能留下来，他有些惋惜，就他一辈子的种田经验来看，这地方可是一个好地方啊。邱老哥，你怎么看？我现在呀已经不是寨主了，也不管事儿了，邱家寨的事啊向北说了算。既然如此，我们如意村也跟着你们走，我相信向北的。这边萧毅听说这些流民想要留下来，他不由得皱了皱眉头。他虽贵为皇子，然而此时却不得不隐藏身份，可他这样一个同他们毫不相干的陌生人，怎么劝说这些人都是没有用的。江州的原住民此时都有可能面临着一场大灾难，要是这些流民再在这里停留下来，万一发生洪涝灾害，这些人又不熟悉江州，到时候跑都没有地方跑。正当萧毅思虑着如何提醒邱向北时，没想到他的人跑过来。公子，邱寨主说了，歇息一会儿，晚些时候啊继续出发南下。你之前不是说邱寨主有想要留下来的意思吗？怎么才片刻功夫他就改变主意了？公子，刚刚邱寨主去和邱姑娘商量，也不知道邱姑娘说了什么。邱寨主之后啊就去同村长说了，让所有人赶紧起来做事，别顾着玩水，歇息够了就要出发了。萧毅听到这里不禁沉思起来，他不知道邱之义是怎么知道江州的情形的，明明看他那样子也不像是来过江州的。除了这件事，之前一路同行的种种让萧毅觉得邱之义似乎并不是一个寻常的村妇。行人走了2天下来，见一路上水源都很充足，他们再也不必担心没有水吃了。路过一个村子的时候停了下来，准备去找人问问这附近的情况，没想到眼前村子的人一个个的瘦骨嶙峋的，且看着他们的目光充满了敌意和警惕。村长拿出一些粮食递过去，这才问了些消息。向北，我刚刚去问过了，江州并不是一个好地方，至少这几年不是。这话一出，大家都七嘴八舌的，一个个都在怀疑这可能吗？毕竟这么多庄稼都是他们亲眼看见的。这庄稼长势是好，看着就像是大丰收的样子，可刚刚这个村子的人说了，江州已经连续几年被水淹，洪水一来，他们的庄稼就颗粒无收，不止庄稼，甚至于他们的房子和蓄养的牲口都被洪水冲得所剩无几啊！幸好这几年朝廷多少给他们一些粮食，让他们不至于饿死。他们无地可去，只能抱着希望
祈求老天爷赏口饭吃，给条活路啊！那我们还是赶紧找一个有水又没有水患的地方吧。我们这么远逃荒过来，要是选个地方又有洪灾，那和我们之前的村子有什么区别啊？就是啊，这地方水再好，但咱们也不能成天只喝水不吃饭呐。看看这村子里的人怎么瘦成这样，看着比我们还惨的样子啊！连续几年被水淹，地里的庄稼颗粒无收，全靠朝廷给的救济粮，可那点口粮怎么可能让人能够吃饱呢？唉，可惜了这么好的庄稼呀！要是没洪灾的话，肯定能堆得仓满的。都走吧，咱们继续赶路。如此又走了一天，众人来到一条岔道前停了下来。摆在他们跟前的是2条路，一条是进江州城的路，要去锦州可以直接穿过江州城的主城而去，这样的话路程也要近一些。另外的一条就是山道了，要走山道，路上坑坑洼洼的会难走一些，而且路程又远不少。邱向北让人心停下来，商量怎么走的问题。老村长啊，你怎么看？进城的路看似好走，其实并没有那么好走。咱们这些人又不认识江州城的官老爷，朝廷无人，难办事啊。比如说这没有路引，就算是有路引，要是没有银子，哪里那么容易过得去啊？你瞅瞅我们这几百号人，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一般官老爷只怕也不敢随便放我们进城，就怕我们是什么不知好歹的恶徒呢。再则我们这一路上来流民那么多，江州城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要接纳这么多流民，只怕不是易事。以我的意思，不如我们先找人打听打听江州的情况，再做决定。如果江州城能允许流民入城，那么我们就走城里；要是进城不易，我觉得我们走山路也未尝不可。山路虽然难走，但没有那么多难处摆在面前。邱之义看着老村长，不由得赞同的点了点头，不愧是村长，想的是很是周全。表姐，这马上就要进江州城了，听说你们一行人可能要走山道，我们就不同你们一起走了，给表姐送去。我们也没帮你们什么忙，这谢礼就不用了。表姐，一点心意而已，你就收下吧，这一别也不知道再见是何时。你我同陌生人也没有什么区别，见不见着也没有什么不同。钱蓉蓉脸上的假笑绷不住了，这个老村妇竟然这么无礼。娘，你何必和这群乡巴佬多说，他们没有见过好东西，你送给他们也是浪费。你们闭嘴！表姑姑，我替我娘给你致歉了。表姑姑，虽然是逃荒，但多点银子傍身不是什么坏事。表姑一家庇护了我们这么久，我们表示下心意也是应该的。不必了，之前你们已经给过粮食了，这银票你还是拿回去吧。知意表妹，这银票是我的一点心意，表姑姑惦念我是后辈，不好受我的心意，我只能烦请你把银票放在表妹这里。若是表妹和表姑姑你们有什么需要的地方，用银票多少方便一些。邱之义见他颇为诚恳，想了想，便接过冯玉安手中的银票。爹，咱们邱家寨也算是庇护了他，收点银子也是应该的，你就收下吧。邱正生正要拒绝，但低头一看银票，之前不觉得，这会儿凑近一看，他倒觉得这银票怪好看的，他便默默地把银票收起来。哼，原本还以为他有多清高呢，没想到心眼里就是这么的俗气。村妇就是村妇。钱蓉蓉扯了扯冯玉娇的袖子，她看着冯玉娇那样，都觉得她这有些过分了。冯玉娇看见萧逸的马车过来，她眼前一亮，就看见萧逸从马车上下来了。冯玉娇觉得萧逸哪点都好，就是太高冷了些，平时好不容易找到机会同他说句话，他都只是冷淡的应一声就走开。这会儿他都要走了，冯玉娇也顾不得坚持了。公子，我们要进江州城了，你要同我们一起吗？哦，对了，你有路引吗？没有也没有关系的，我哥在江州城有熟人，到时候他肯定能把你们带进去的。冯玉安虽然不清楚萧逸的身份，但看着萧逸身边的人就能猜出他非富即贵，偏偏他这妹妹没有引力剑。多谢，不必了。邱姑娘，你们打算怎么走？邱之义把他们的安排又给萧逸说了一遍，没想到既然如此，
我也同你们一道吧。闻言，邱之意不解地看向萧逸，他好歹是个皇子，以他的身份进什么样的地方进不了，何必跟他们一路上吃亏受罪为蚊虫呢？邱姑娘好像很惊讶的样子。确实挺惊讶的。公子，为何我们好好的官道不走啊？按照往年的惯例，江州洪灾泛滥也就在最近这些时日了。江州城主城地势低，每年江州城都要被淹上一回，若是跟着去主城，运气好的话，说不定正好能赶上被淹的。江州水患多年，我也想多在江州走走，看看有没有什么破解之法。冯玉娇一家子走了以后，没多久，邱家寨派出去打探消息的人就回来了。寨主，现在江州城根本进不去，江州城楼下到处都是流民，听说没有正式的路引，根本过不去啊。除非咱们银子够多。这什么官府啊？咱们逃荒，他们不给救济粮就算了，怎么过路还要过路钱？和土匪有什么区别呀？还是有不同的。有什么不同？你可以打土匪，但你不能打官府。打官府那就是造反，几个脑袋都不够砍。就你机灵。之意你怎么看？不让我们进城，那我们就走山路，最多是走慢一些，反正不走主城就不用多费钱财和精力，咱们有的是力气。还有一个理由他没有说出来，那就是走山路比较安全。江州水多，可山路所在的地方都是地势比较高的地方，这么一来反而更好。反正他们现在也没有多余的选择了，走山路就走山路吧。走山路确实是慢了些，磕磕绊绊的，唯一比较好的就是天气没有那么炎热了，走起路来也没有以前那么难受了。这一天天上的黑云很浓，这是要下暴雨啊。邱向北他们也注意到天气不好，大家拖家带口的，要是淋了雨生了病，到时很多事就出来了，倒不如趁没有下雨的时候赶紧找地方避雨。一行人来到一座山脚下，豆大的雨滴就落下来，然后雨势越来越大。幸好山脚的洞穴够大够宽，一下容纳几百人还勉强住得下。明明之前还是晴朗天，这会儿就下起了大雨，不知道这雨什么时候能停下来。能下多久？就这时节，雨水多一些是正常的，最多今晚半夜这雨啊准停了。可第二天起来，看着雨势不减的天，众人抱怨了几句，但情绪还算是平稳。可是直到5天以后，天上还在下雨，他们所住的山脚都积了很深的水，都能到脚踝了。幸好他们之前搭棚子的时候搭得高，不然睡觉都成问题。这雨到底什么时候能停下来啊？再这么下去，人都要发霉了。哎，可不是嘛，都说江州这地方好呢，没想到竟是这样的。我们那是天干，他们这却是水多，这水少水多都不是人活的呀。天天这么下雨，咱们也不敢走啊，这么大的雨我这辈子都没见过。之意啊，你之前说江州的水多，还真让你说对了。看看这雨天，这就下了5天还没停呢。邱之意这会儿也忧心忡忡的，他们才进江州的地界没多久，就遇上这么大的雨，看来今年也不能例外了，江州要发洪水了。幸好他们找的这座山四周没有松软的山石和泥土，地势也比较高，不然他还真是担心会有山体滑坡、洪水袭来、山体坍塌之类的危险。之意啊，祖宗们最近有没有给你托梦啊？要是他们今天晚上给你托梦的话，你记得问问他们，这雨还要下到什么时候啊？二哥，祖宗哪里那么有空天天给我托梦，不过依我看呢，这雨下个2-3个月都是有可能的。什么2-3个月？之意可不能乱说啊，2-3个月太久了，要是真的下那么久的雨，那这个江州岂不是都要被水淹了吗？大娘，你别担心，我是逗我二哥的。你真是逗我的？你觉得我像是逗你的样子吗？要是真的要下这么久的雨，那我们可得行动起来了。咱们呀得搬起石头把周围给围起来，外面的水这才流不下来，要不然咱们做饭的地方都没有了。
着眼前的瓢盆大雨，想起书中曾描绘的情形，说江州水患，朝廷救灾不力，灾民流离失所，在洪水中死伤无数，一时之间声名啼血，哀鸿遍野，后面的灾难一重接着一重。幸好女主和男主共同发力，救生明于水火。秋之意默默地看向不远处的男主萧逸，洪水倒是如约的要来了，可这女主在哪儿？秋姑娘这是在担忧什么？天跟漏了似的，自然是担心这雨。你之前说这天要下个2-3个月，不会是真的吧？我就是和我二哥开个玩笑，吓一吓他。难不成公子以为我真的有通天的本事？要是有这本事，我也不至于灰头土脸的沦落至此。我也只是开玩笑，唬一唬你，你竟当真了。邱向北他们很快就把山脚两边的地方用沙石垒起来了，这样一来对他们来说就安全多了。一行人连得跟落汤鸡似的，快些换上，免得受凉了。周霆锋接过他手中的衣服，眉宇间莫名温和起来。小宝，要是有不认识的字，你可以去问你二舅。为什么不能问大舅？大舅难道也不认识字吗？大舅舅就别问了，他认的字还没你多呢。看不起谁呢？谁说我不认识字的？拿过来给大舅舅看看。这个字看着有点难度啊，长得怪模怪样的，也不知道是谁发明的。这人只怕是吃多了没事干。自己不认识字，还把先贤批斗了一番。过来，我教你。这话一出，邱之意顿时石化在原地。好一会儿，他才看向周霆锋，却见周霆锋不但教了赵团团认字，还把这字句的意思解释得清清楚楚。邱向南也不敢相信，打架那么厉害的妹夫竟然还会认字，简直优秀的不成话。你会认字？邱之意只知道他是个莽夫，打架超厉害，却没有想到人家竟然还是个有文化的，这点书中没提啊。读过那么几百上千本。周叔，你真厉害，竟然读了那么多书。你要是想学，以后周叔教你。好，谢谢周叔。真是人比人气死人，打架没有他妹夫厉害，读书也没得。他觉得自己和周霆锋比起来，简直就是两不会，这不会那不会。周霆锋看了邱之意一眼，并未多说。这雨要是一直下，以江州的地势，我觉得江州迟早要被淹，到时候只怕惨不忍睹。邱之意想到那些被淹的人，他终究是有些坐不住，那都是人命啊。想到这儿，邱之意顾不得其他了。邱姑娘，你找我有事？我有些话想告诉你。公子，自打第一次见面，我就知道你非富即贵，毕竟一般人坐不起你那马车，你那马车的木料可不便宜。你要说的不会是这个吧？直接说重点吧。公子，你认不认识江州城的知府？若是认识，不妨派人告知他一声，说今年江州的水患只怕比往年更严重，若是这雨势不停，真下个3-2个月的，那就不是淹毁老百姓的庄稼良田，有可能是冲走房屋牲畜，甚至是江州的老百姓。房屋可以再建，粮食也可以再种，但要是人没了，那就什么都没了。若是真的下2-3个月，你可有什么应对的良策？一是向相邻的州县求助，让他们帮忙转送愿意搬离的江州百姓。可是江州太大了，一时半会儿的，大多数人应该都不会愿意搬走的。毕竟江州年年发洪水，洪水最多也只是摧毁庄稼良田，所以江州知府应该现在就在筹备水中能救助人的木板绳子，再找地势高的地方安顿灾民。最重要的是，应该向朝廷求助，只有朝廷的人来了，才能把灾害降到最低。邱姑娘，你确定这雨水会下个3-2个月？就在这时，周霆锋大步走了过来。我幼时跟着一个天象师看过，这雨就是要下2-3个月。公子信就信，不信也是你的事儿。我就是随口同你提了一嘴，你倒是让大家都知道这事儿了。真是没见过你这么爱操心的人。邱之意心下感动，周霆锋是担心他才故意这么说的。若是这雨到时候真的连下2-3个月，那邱之意必然就会引人怀疑。若是被人怀疑用了什么妖术之类的，只怕会有危险。天象师
公子还会看天象？我自知愚钝，别的不会看，就只会看下不下雨，雨下多久。无论如何，两位这般为天下苍生的胸襟，香某佩服。也请你们放心，我和江州知府算是有点旧识，我这就派人去告知他一声。见他这么说，邱志毅心里一下就轻松了不少。回邱家人落脚的地方，两人都没有说话，好像有些话两人就算不说，他们也都能明白。这边萧逸立马用自己的私印写了信，让人给知府送去。第二天，邱志毅找来邱向北，让他叫人把周边的竹子砍了，做成木筏。转眼1个月过去，雨势丝毫不停。这1个多月以来，邱向北带着村寨的男人们不停地做竹筏，身上带的布条用完了，他们就找植物的藤子继续捆绑竹筏。江州城里，一个养尊处优不受待见的皇子能懂什么呀？他知道江州是什么情况吗？就敢瞎指挥。江州哪年不下大雨啊？年年都要下上1个月的雨水，这才几天雨水啊，就让本官领着老百姓搬迁，也不想想原本从其他郡县就来了这么多流民在那江州城外呢，本官如何能去安顿呢？那安顿的银子呢？还去请那隔壁郡县的人马来帮忙，这不就是瞎指挥吗？大人，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个皇子，要不我们还是按他说的做吧。不必放在心上，你就让带信的人回去说，就说我们一定会按照殿下所安排的去做的。可大人，你不是说殿下是瞎指挥吗？他们呀，压根就不了解江州的情况，那不是瞎指挥是什么呀？本官都当了多少年的江州知府了，还用他说吗？他能比我们更熟悉江州？让你这么给带信的人说，也就是本官不想正面得罪他。等过些天洪水退了，他哪里还会管我们做什么呀？幕僚急忙出去回信，可当暴雨连下1个月都没有停歇，还在继续下的时候，江州知府顿时慌了。这怎么下了1个月还不停呢？为什么不停啊？这可如何是好啊？大人，出大事了！哎呀，之前滞留在江州城外的难民被洪水冲走了不少。现在不只是流民，就是咱们江州城的老百姓，也有不少被洪水淹了的。外城老百姓连房子都被抽走了，还有很多人也被洪水卷跑了。内城的老百姓也慌得很呢，正在外面闹腾着呢。大人，你快想个办法吧。要是江州城城门不打开，内城的人根本出不去呀。这雨要是再下个1个半月的话，咱们这江州城内城也会被淹了个干净的。那你还不赶紧安排人去救人吗？大人，官府的人马太少了，救不过来呀。要是当初听了殿下的话就好了。知府这会儿叫苦不迭，但后悔也来不及了。他赶忙写了书信向周边的郡县求助，一边又写了折子送往朝廷。大人，外面的人吵着要开城门，他们说要投命去，再留在江州会没命的。开城门，赶紧开城门！救命！救命啊！救我娘！听到呼救声，众人纷纷走出山洞，然后就看到一个妇人死死地抓住洪水边上的树木。快去救人！他的话刚刚说完，就看见一道人影已经飞一般的冲过去了。他定睛一看，这人不是他妹夫吗？谢谢大哥哥。邱向北他们反应过来以后，立马拿了2个竹筏过来，搭在了水沟两边。这么一来，对面的人才安全的过来。看看你们这样子，你们不是江州本地人吗？怎么你们都跑这里来了？完了，一切都完了。我们的房子被洪水冲走了，家里养的畜生也被冲走了，什么都被冲走了。我当家的为了救我们，也被洪水冲走了。现在整个江州城都被淹了。是啊，天老爷呀，你就不能给我们留一条活路吗？年年洪灾，今天还发这么大的洪水，你这是诚心要我们江州人的命啊！你们江州的知府呢？难道没有救人吗？我们江州的大人们可厉害了，老百姓有难他们不管。之前停在江州城下的难民几乎全被洪水冲走了，还是半夜被冲走的。那洪水说来就来，有的人还在睡梦中就被卷走了，让人一点准备都没有。要不是今天洪水大的，
就把江州城内城都淹了，那城门还打不开呢。要是城门不开，我们都得死在里面。公子，你是没有传信吗？萧逸的脸色早就黑成一片了。他当初从知府那里得到的回信是，一切都按照他的吩咐去做了。可如今看来，那知府根本就是欺上瞒下，压根没去做。邱之义看了眼萧逸，立马便猜到了事情的大概。江州城有没有请隔壁州府的人马过来救人？有没有提前做好救人的法子和绳子？有没有选避难的地方？姑娘啊，没有啊，根本没有。我们一个官府的人都没看到，我老娘就在我脚边，被洪水冲走了，我拉都没来得及拉呀。我80多岁的老娘啊！公子，求求你了，你们下去帮一帮，救一救人吧。下面还有很多人等着人去救呢，要是没有人救他们，他们肯定会死的。走，带着朱发去救人去。原本憋了1个多月的男人们正好闷坏了，这会儿听到邱向北的话，一个个都抖擞起了精神。救人之前，先要保证自身的安全才去救人，不要逞强。面对这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不救他们做不到，可救了，接下来同样有许多的事要解决。咱们这山洞之前住我们这些人都勉强住下，要是一下住这么多人，根本住不下。可是你别忘了，这地方也是江州的地盘，咱们也不能拒绝他们呀。这些时日，我观察过这个地方，我们所处的这座山还是比较稳固的，不容易有山石垮塌、泥石流等情况。这山洞是住不下的，要不我们心腾一块地方出来，让妇人和小孩子们落脚，男人们就让他们在外面用树枝搭个棚子将就住。即便如此，只怕也安顿不了那么多人。现在我们让1村1寨的人，一户3人以下的人只能搭1个棚子，3人以上的按3人1个棚子搭建，剩下的能腾出多少地方算多少地方。大家先挤着些，等明天咱们再派人出去寻找合适的落脚地。现在也没有其他法子了，只能如此了。娘，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怎么又要往这些野沟沟里钻呢？我的衣服都打湿了，其他的衣服也没带。听到这个声音，邱之义沉默了，真是冤家路窄呀。好了，别抱怨了，抱怨也没用。你没看见整个江州城都被淹了吗？你要是不走，你看看洪水把不把你冲走？大哥呢？大哥怎么还没上来？你大哥自小就聪明，他不会有事的，你赶紧走。大表姐，大表姐，我是蓉儿啊。这个秦蓉蓉脸皮可真是厚得可怕，还蓉儿蓉儿，还静儿呢。需要人的时候喊得比谁都亲，一旦不需要了，立马一副清高的看不起人的样子。袁氏赶忙躲开了。表姐夫，我们又来了。邱正生瞅了秦蓉蓉一眼，没搭理他。秦蓉蓉只好拉着冯玉娇到一旁去坐着。他们身上的衣服湿透了，这会儿又没有干净的衣服，两人不由瑟瑟地坐在一边。秦蓉蓉碰了碰冯玉娇，示意她去找邱之义要套衣服来换。冯玉娇嘟着嘴不肯去，后面要不是秦蓉蓉推了她一把，她都不好意思凑到邱之义面前来。能不能把你的衣服借我们穿一下？不能，我们这些贱民的衣服，万一污了你尊贵的身子，可怎么办呢？你神气什么？一会儿我家下人就会把我的箱子带上来了，谁还差你一件烂衣服？那你就等着你的下人把衣服给你拿过来呗。哼，都逃难了，就别再装什么高人一等的样子了。真这么娇生惯养的，怎么不在你家府邸里不出来啊？你这个泼妇，你说什么呢？泼妇？我们怎么泼妇了？瞧瞧你这理所应当的样子，真当别人欠了你的？我们又不是你们家的下人，可不会惯着你。秦蓉蓉没想到让自己的女儿去借2件衣服，衣服没借着，反而惹了一顿口舌。你们都是一把年纪的人了，还要同一个后辈计较，要不要脸了？真是看不清形势的东西，真把衣服借给他们穿了，等他们换了自己的衣服，又要嫌弃别人的衣服破了，这什么人呢？村长，二哥他们带着人去救人了，这后面的事，村长自然知道邱之义说的是什么事。这些被救起来的人现在落脚的地方是有了，
那吃喝咋办？枝叶，你可有什么法子？村长，不管如何，我们至少要把这些人这2天的吃食解决了。等洪水退一些，或者是二哥他们回来，咱们再领着人去江州城里寻找粮食。现在最重要的不是粮食的问题，而是救人的问题。好，我让村里的人每家每户出一点粮食，拿来熬粥。你二哥不在，你去邱家说说，让邱家寨的人也帮着出一点，别说吃饱，就先垫着肚子不饿晕就行了。娘，这什么东西啊？黑乎乎的，看上去好脏啊！听到他的说话声，周围人顿时射过多道不善的目光。要知道，这些黑乎乎的东西还是他们嘴边挤出来的。娇儿，别啰嗦了，快喝下去。你看这天气，你今天不喝就没有吃的了。一口喝进去，牙齿嚼了嚼，顿时嘴里就响起咔嚓咔嚓的声音，他一口就吐出来了。娘，这什么粮食啊？怎么里面还有石子儿啊？农家自己种出来的粮食晾晒的时候，难免会混进细碎的泥土石子。姑娘，你不吃就不要糟蹋粮食了，这一颗颗的粮食都是我们一把一把的汗水换来的，你爱干净你就回你家去吃啊，我们的东西可养不起你。冯玉娇，你真是被娇惯的没了样子，你不吃你就饿着吧。邱向北他们回来的时候带着不少人回来，果然一个个的都饿得不行。那么多人聚在一起，每天的吃喝都是一件大事呀。咱们出门带的这点粮食可供不起那么多人吃呀。就今天大家愿意拿点粮食出来，还全是看着村长你的面子呀。可是如今我们救人都救不过来，还能怎么办呀？这总不能看见人都不去救吧？二哥，单独救人或者去救粮食都是不现实的，倒不如这样，今天咱们先把所有的男人全部清点出来，明天但凡满18岁的男子都要去做事，分成2组，一组人马去救人，另外一组去救粮食。江州城那么多铺子，尤其是粮店，洪水突然就来了，店里的粮食肯定来不及搬走，咱们能抢一点回来算一点，这么多人没有粮食肯定是会乱的。这话一出，所有人都点了点头，这确实只能这样了。留在山上的人也不能闲着，大家既然要活命，那都得行动起来。身体强健一些的妇人就跟着我去山里找找能吃的野菜，大家都这么坐着等人来救实在是不行，到时候有人来救还好，要是没人来救，那岂不是就要等死？众人神色沉重地点了点头，然后就开始分工。周大哥，快暖暖身子。扫过那碗带着油星子的汤，他又偷偷地给他在饭食里加料了，这种被人偏爱的感觉真是好。今天在这里没什么麻烦吧？没有，好得很。我们这里都是一些琐碎的事，倒是你们出去救人，面对的危险不知道比我们多多少。你明天再出去的时候可得注意了，洪水的事可不是小事，你可不能粗心了。好。周公子，今日多谢你救了我。不必。姑娘，我周大哥性子比较内敛，你有什么话直说就是。你是周公子的娘子？这句话周霆锋爱听啊，算是吧。姑娘把前后的事同邱之意说了，原来她是江州城一户商户家的小姐，她家在江州城也算是富户。她虽然出来了，可她爹娘还在江州城里没出来，她想拜托周霆锋去帮忙把她爹娘给带出来。我知道救人很危险，但周公子，我家铺子里还有不少粮食，说是你愿意去救我爹娘的话，我愿意出重金酬谢。若是周公子不去的话，那么多粮食都被洪水冲走了，岂不是可惜了？邱之意看向周霆锋，周霆锋看向他。赵小姐，你放心吧，周大哥明天进城的时候一定会去你家帮你把你爹娘带出来，不过你得先把地址给我们。哦对了，还有你家商户的粮食地址。我家有几个下人这次也被洪水冲走了，粮仓的钥匙在我这里，你们把粮食带出来，我们只要3股就行。说完把钥匙也递给了邱之意，又匆忙找笔写了信让邱之意带给他爹娘。你那么多粮食要是被洪水冲走了多可惜，明天我和你一起去，这事儿我肯定要去，你不答应都不成。你要是不放心，我明天就跟在你屁股后面，你总放心了吧？
他有空间，带不走的粮食到时候他就扔进空间里，不然周霆锋他们带着粮食在洪水里淌，那多危险啊！邱志毅招呼了村里的一个比较能干的妇人，让他明天带着妇人们去山上找野菜。等地方，邱志毅他们3个又只能睡一个帐篷。邱志毅这次把赵团团放在了中间，原本以为这样可以减少尴尬，哪知道周霆锋睡到一半的时候，一只手就搁赵团团脖子上了，那手压得赵团团从睡梦中哭着醒过来。邱志毅便再也不敢把赵团团放中间了。要不我拿绳子把一双手绑起来睡？那倒不必，你也睡吧。你是不是流血了？他闻到血腥味儿了。他长这么大，自然知道女人每个月都会来月信的。邱志毅听他这么一说，才想起自己的月信确实是这几天，忙起来都忘了日子了。第二天，邱志毅起来以后，同赵寻欢说了一声，他们就准备进城救人去了。小姑娘，我身子柔弱，就不同你们一起去了，免得给你们添乱。你们保重。邱志毅还挺喜欢这姑娘的，做事爽利，说话也干脆。他们来救人，自然也带了江州城的男人。通过带路，邱志毅和周霆锋很容易就找到了赵寻欢家。赵寻欢的父母听说赵寻欢已经被救到山上了，老两口这才放心不少。邱志毅让人收拾了东西，然后就叫人把他们送上山。赵家家境殷实，确实有不少好东西。众人在赵家搬东西的时候，邱志毅和周霆锋就去了赵家的铺子。来到铺子，看看一堆堆的粮食，邱志毅眼睛都绿了。这要是给他们一家人吃，几年都吃不完。我先去外面看看，顺带找些人来帮忙装粮食。邱志毅看着他的背影，他知道周霆锋是在故意给他留私人空间。邱志毅当即飞快地把袋装的粮食往自己空间里搬，搬了大概一半以后，邱志毅才收手。毕竟这些东西还得给赵家人留一些，剩下的还要拿回去给其他人。时辰刚刚好，他刚停手，周霆锋就回来了。可是发现了什么稀奇玩意儿？周霆锋横了他一眼，然后把包袱递给了他。邱志毅禁不住好奇心，打开一看，顿时傻眼。只见里面赫然好几个月事袋。周霆锋戏谑地看了他一眼：“周大哥，我来帮忙抬一下。”周霆锋立马过去帮忙。邱志从江州人嘴里知道赵家是大户人家以后，知道这赵府肯定有很多好东西。现在大家都只想着找粮食，别人家里的好东西只怕没有人关心。邱志和周霆锋说一声以后，就跑到赵府其他的地方去逛了。去了赵家的房间，肉眼就是赵寻欢一堆好看的衣服。邱志没客气，全部装进去。赵寻欢既然已经不要了，那就是他的了。就算他不穿，他拿去卖给赵寻欢也好啊。赵家生意做了那么大，自然不止江州城一个地方有生意。等过了这茬，像赵寻欢这种土豪朋友肯定能薅一笔的。这水位越来越高，我们还是早些回去比较好。你明天不能再来了，再来太危险了。那周大哥，既然明天不能出来了，我今天就好好的再在江州城里搜刮一遍，行不？周霆锋看向那一排排敞开的铺子，里面已经没人了，铺子的主人早就上山了。但这铺子里面还有不少东西，看着确实馋人。这些东西要是不收了，回头也是要被洪水冲走的。山上那么多人没有粮食，咱们能收一点是一点吧。到时候话还没说完，周霆锋已经拉着他朝隔壁去了。一进铺子，杏仁糕、莲花糕，各种各样的糕点，还有糖化、茯苓饼、蜜饯、饴糖。这店铺的掌柜是好人呢。好久没有吃上这些了，真好吃。看着他和平时大相径庭的样子，周霆锋冷峻的面上也带了些暖意。我去外面守着。邱志毅一边嚼着饴糖，一边飞速地把东西往空间里搬。这么多小零食，够他吃好久好久的了。周大哥，走吧。随后两人又去了其他的铺子，看着一床床大被子，要不了多久就要过冬了，这东西可少不了。周霆锋默默走开，搜刮了被子，抬头一看，对面的铺子是一家药铺。邱志毅没记错的话，这波洪水一发，饥荒一闹，到时候到处都是腐烂的尸体，瘟疫就来了。等邱志毅把所有的药材都收进空间以后，他和周霆锋才打道回府。志毅，你回来了。你半天不回来，娘都被你吓死了，一直在问你。
娘，我没事，有周大哥在，不会有事的。明儿个你可不许再出去了。看着那害人的洪水，他的一颗心都是悬着的。娘，你饿不饿？别担心，娘没事。知意，快来吃饭。快吃啊，今天出去了一天，肯定饿坏了。两人端起饭碗，邱知意就看见有不少人频频朝他们看过来，目光都停留在他们的饭碗上。你们两个也真是太实心了，为了救这些洪水中的江州人，自己都顾不上了，别说饿肚子去救人了，稍不注意还要搭上自己的小命。要是你们救的人有点良心，对你们还会感激一下；要是救了一些白眼了，说不定还会觉得你们占了人家好大便宜似的。要我说啊，你们以后救人都得好好看看，别是人不是人的都往上面救，到时候费了力气还给自己添加麻烦。大嫂说的对，以后要是有那种不怀好心的，咱们就不管了。我们救人原本就是图行善积德，要是好心被人当成驴肝肺，谁还愿意去救他们呢？旁边的江州人一听这话，都默默地移开了视线。你们都是好人，一定会有好报的。那可不一定，我妹子妹夫帮着救了一天的人，饿了一天，好不容易吃晚饭，我看有的人都眼红得很。两人吃完饭以后，邱向南来找周霆锋商量职业轮手的事情，邱向北来找邱知意商议灾民的事情。三妹，这些都是今天从江州城里拉回来的粮食，你瞅瞅，应该能撑个7、8天了。这个前提是不能再增加人了，要是新增人，那可不够了。那么多人，一人1碗粥都要熬很大几锅才够。那也没办法呀，只能明天再进城里去找粮食了。娘，这些天我们也熬粥喝，别做干饭了。那怎么行？你看看你大哥二哥他们，还有你，成天为了大家的事跑来跑去的，干的全是费力气的活，不吃饱你们哪有力气做事情？是啊，喝粥可不抵饿，你大哥二哥救人没力气可不行。不是，我的意思是大哥二哥他们吃干饭，咱们其他人没干重活的就吃稀饭吧。现在人多眼杂，若是吃的不同，只怕会有人不平衡的。小姑姑，几个孩子没了往日的活泼，一个个都乖巧的从帐篷里探出头来喊邱知意。还不睡啊？小姑姑有好东西给你们，但是先说好，不能声张，不能让别人听见了。小姑姑，我们不会说的。小姑姑，我也不说，连娘我也不说。旁边的白云云听到只觉得好笑，几个孩子目瞪口呆地看着手中的好东西。从前没有逃荒的时候，他们都很少吃到这玩意儿，如今逃荒以来，更是没想到能吃到梦寐以求的糖画。邱知意回到自己的帐篷，见赵团团还没睡，眼睛一直瞟着他的口袋。刚刚他给几个小家伙拿糖画，是被他看到了。快吃吧。谢谢娘。等赵团团睡了以后，邱知意也躺下了。没一会儿，周霆锋就回来了。周大哥，你怎么看这次的洪水？天灾加人祸。想到自己空间的事，周大哥，你就没有什么想问我的吗？有。想问什么？那个包袱里的东西够吗？还要不要我明天去帮你找几个回来？够了。第二天一大早，等吃过东西，他们又要去救人救粮了。要不是洪水水位又高了，邱知意都还想再进城一趟。太危险了，不准再去了。周大哥，你自己也要小心些。虽然是救人，但若是实在救不了，也不必勉强自己。好。等男人们出去以后，邱知意立马组织了人手，准备去山里看看，外面的野菜能找一点是一点。大娘，你去做什么？路上滑得很，你就别去了。知意，现在正是香薰生长的时节，我们去林子里看看，万一能捡着，到时候咱们就有菜吃了。你们年轻一些的可不一定认得准，我捡了几10年的香薰了，可有经验了，就把我带上吧。那好吧，我和你们一起去。你确定要和我们一起去吗？林子里可脏得很，稍不注意就会摔倒的。
这位大娘这么大年纪了都能进林子，我年纪轻轻的怕什么？摔倒了最多爬起来就是。秋枝一下就觉得赵寻欢很不错，毕竟有个冯玉娇在前面对比着，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一听进林子，邱问岭他们也要去，白圆圆喝止了几声都不管用。小姑姑，你放心吧，我们绝对不会给你添乱的，我们就跟着你就行。大嫂放心，我会看着他们的，他们在这小地方憋了这么久了，就让他们出去跑跑吧。白圆圆又吩咐了一阵，才答应两个小子同去。妇人们七嘴八舌地进了林子，王母在林子里张望了一阵，随即选了一个方位走。没走出一会儿，走在前头的几个小子顿时大呼：哦，姑姑，姑姑，这里有香萱！我就知道这种地方最容易长这些东西了。大娘，这个能吃吗？能吃啊，我从前吃过不少。摘吧。一行人没一会儿就捡了2篮子。赵寻欢在他们附近看着他们捡了这么多，也跟着他们走过来。姑娘，你这香薰可吃不得，吃了会死人的。这不是和你们捡的香薰差不多吗？咋你们的能吃，我的不能吃啊？黄母笑吟吟地指着其中的一朵香薰解释，什么形状的，什么颜色的能吃，什么颜色的不能吃。大娘，你懂得真多。